各位，我们今天直接切入正题，摊开奇鋐第一季最新的法说会数据，你会发现一件事，这早就已经不是什么单纯的零组件代工战了。从财务面来看，现在上演的其实是一场用资本密度去硬碰硬对撞热力学极限的超级军备竞赛。真的不夸张，他们现在拼的绝对不只是账面上的营收，而是在这个高速迭代的 AI 基础设施战场上，直接筑起一道让对手根本跨不过去的物理壁垒。你看启宏管理层说的这句话，可以说是非常精准地定义了整个战局的转向。他们已经彻底完全地跳脱了过去那种只帮单一晶片解热的传统代工思维。现在玩的是什么？是机柜级的全系统热流设计，从伺服器机箱、交换机一路到网卡，甚至连配电板全部都包办。说白了，他们现在的身份已经进化成 NVIDIA 钦点认证的散热架构师咯。那我们就先来看看数字。第一季向来是传统电子业的绝对淡季，对吧？但奇鋐却硬生生砸出了490.38亿新台币的单季营收，年增率高达110%，毛利率呢来到了历史新高的29.77%，单季 EPS 更是交出20.17元的亮眼成绩。你说这是运气好吗？绝对不是，这完完全全是他们精准踩中这波 AI 基础设施爆发期所得到的必然结果。我们把它的事业版图拆开来看，逻辑就更清晰了。在 TMG 事业群里面，单是散热加上机箱就占了将近84% 的营收比例。这代表什么？这意味着奇鋐已经把集团资源做到极度集中，把自己彻底变成了一头纯粹的 AI 基础设施巨手。至于系统整合还有子公司富士达，现在的定位则是退居二线，专心辅助终端的交付。不过，要支撑起这么庞大的一头巨兽，靠的是极度高效的营运资金调度能力。注意看这个数字。他们的存货周转天数居然从194天大幅缩短到了132天，这个不是管理层在盲目砍库存哦。要知道，在现在这种极端缺料的 AI 市场里，随便砍库存根本就等于自杀。这背后真正的底层逻辑，其实是客户的 hub 仓正在急速拉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pull-through 效应。庞大的终端需求直接贯穿整条供应链，瞬间就把手上的库存转换成白花花的现金了。当然，手上有了充足的现金，才有底气去打资本战嘛。奇鋐今年预计投入150亿，明年还要再砸170亿的巨额资本支出，钱从哪里来？截止第一季末，他们账上可是握有高达678.8亿的海量现金储备，而且单季的自由现金流量就高达100.2亿，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去发什么海外可转债，也不用办理现金增资，光靠低成本的银行连贷就能轻松搞定。这种堪称防弹级的筹资战略，可以说是完美保护了现有股东的权益，完全不用担心 EPS 会被稀释。不过呢，在这么华丽的财报背后，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审计报告里的关键查核事项，也就是 COM， 其实揭露了一个很现实的风险，那就是高单价 GPU 备料的主观估值风险。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仓库里堆满了单颗造价就要5万美元的顶级晶片，只要对客户需求的判断有那么一点点闪失，面临的绝对是灾难级的存货叠价损失。你看第一季财报上提列的那2.8亿，其实就是这种高压备料风险最真实、最具体的数据化呈现。但是话说回来，想要安全驾驭这些动辄5万美元起跳的发烧怪兽，光靠财务报表上的资金调度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回归到原子级别的物理现实。当 GPU 的发热量开始无极限狂飙的时候，真正决定战局胜负的早就不是会计报表了，而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块里面布满了仅只有80微米微流道的冷水板。在这种极端环境下，传统的焊接工艺可以说是彻底宣告出局。为什么？因为哪怕只是掉进去一点点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微小焊渣，只要流进那80微米的通道里，整块水冷板就会瞬间塞死。接下来的下场就是 GPU 直接过热烧毁。所以奇鋐真正的技术护城河就在这里，真空扩散结合工艺。用最白话的方式说，就是在接近金属熔点的极高温和极高压力下，硬是逼迫同原子直接进行分子级别的融合。整个过程不需要用到任何一丁点的粘着剂或焊料，100%做到零焊渣。没错，这正是确保系统零漏水的唯一解法。可是呢，懂技术的人都知道，要把这种原本只存在于实验室里的极致工艺，硬生生推升到95% 以上的大规模量产良率，那才是真正的地狱级挑战啊！为此，奇鋐甚至把那种工业级的 CT 断层扫描机直接搬进了生产线，针对每一块水冷板进行亚毫米级的非破坏性检测。这规格绝对可以说是目前业界制造天花板的存在了。
听到这里，可能有人会好奇了，既然技术这么强，那为什么不干脆连利润超高的电镀镀金也自己包下来做？好，我们从2个角度来看。首先，从财务精算的视角，电镀这个产业伴随着极高的环保红线跟 ESG 风险，选择外高出去，反而能让公司维持轻资产的优势，确保极高的资本回报率 ROIC。那如果从工程的视角来看呢？其实精密机械加工跟电化学材料这2者的产业 DNA 是完全互斥的。如果你硬要跨界把它们拉在一起做，那不但不是优势，反而会变成一场灾难。可是啊，魔鬼永远藏在细节里。整个液冷系统真正的阿基里事件，其实根本就不在水冷板身上。那些让人半夜惊醒的漏水灾难，10之8九都是发生在不同部件互相对接的那些脆弱环节。没错，我说的就是快接头，还有不锈钢波纹管。这完完全全是一场极其严苛的流体力学大考验呢！你想想看，在伺服器常年那种极端温差的疲劳轰炸下，传统的橡胶 O 型环迟早会面临脆化降解的命运。而且在快接头插拔的那个瞬间，只要阻尼稍微没有控制好，不小心喷出一点点冷却液，或者产生了气阻，那都是致命的。更可怕的是，如果管路内壁的微观粗糙度不达标，甚至会引发所谓的应力腐蚀开裂，这会直接宣判整个散热系统的死刑。以前业界遇到这些快接头的问题，都只能乖乖仰赖国外的一线大厂，结果就是被那些高昂的专利费把毛利吃得死死的。但奇鋐这次选择了正面迎击，直接把波纹管跟快接头全部纳入自制版图。表面上看，这只是为了满足大客户对产能和品质的严苛要求，但如果我们拨开表象，你就会发现，这是因为他们具备了克服这些微观失效模式的硬核技术实力，才能把刚刚我们提到那 29.77% 历史新高的毛利率稳稳的、牢牢的锁在自己口袋里。现在市场上有一种声音说，那种利用氟化液潜热沸腾，能把机房 PU1 值逼近极限 1.02 的双向浸没式液冷，才是未来的终极王道。老实说，在纯粹的热力学理论上，它确实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只要一碰到残酷的商业现实，短期之内，它根本连动摇奇鋐单向液冷地位的资格都没有。为什么我敢说的这么满？因为双向浸没式目前面临着4道根本无法解决的痛点。第一，建制成本直接贵上2倍。第二，整个基础设施必须打掉重练，传统直立机柜要全部改成横式的储液槽。第三，运维简直是场噩梦。你想想，工程师要怎么去维护那些刚从液体里拔出来、全身上下湿漉漉的伺服器？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击，全球环保法规正在严格封杀 PFAS 相关的氟化液。在这种随时可能断供的巨大风险下，奇鋐手上握有专利的高压气密性单向回路，反而成了目前市场上唯一具备长线防御力的解决方案。而这一道气密防线马上就要迎来 NVIDIA 接下来 Rubin 平台无风扇架构的终极压力测试了。无风扇这3个字听起来很轻巧，但它代表的是100%的热量全部都要靠液冷来吸收。到时候单一托盘上的水冷板需求会从现在的2片瞬间暴增到7到8片。各位要在这么小的空间里塞满水冷板，还要处理超级复杂的拓扑流道设计，这绝对是一场压胀控制与流量均匀度的流体力学超级硬仗。但这也是机会所在啊！水冷板数量暴增，这意味着单一机柜的散热产值，也就是 content value 将会呈现指数级别的狂飙。这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奇鋐敢大胆预告，要在2026年下半年直接踩满油门，把液冷模组的产能暴力扩张5倍，达到100万组。奇管的产能更是疯狂扩增7倍。你看，他们所有的巨额资本投入，其实都是死死咬着这股物理架构演进的避让趋势。当然，除了紧跟 NVIDIA 之外，我们更要关注整个产业客户策略的板块大挪移。打个比方，服务 NVIDIA 的时候，奇鋐的角色比较像是一个超强的土木工程师，拿着原厂画好的严格设计图去拼制造、拼良率。可是，当面对北美4大 CSP 那些量身打造的自研 ASIC 时，奇鋐的角色就瞬间晋升成了建筑师。他们可以从头开始重新定义热流架构跟管路设计，这中间可是享有着极高的技术溢价跟毛利率。奇鋐自己甚至预估，这种自研 ASIC 的高毛利营收，在2027年就会结构性的交叉超越 GPU 专案了。另外，这里还藏着一个市场上经常被忽略的技术博弈细节，那就是 Team2 导热界面材料竟然要从液态金属改为传统的石墨片。哇，这对那些原本高度依赖液态金属、靠着镀金防腐蚀技术赚取高毛利的零组件对手来说，绝对是一记沉重的打击，马上就要面临红海竞争了。可是对奇鋐这种 Tier 1的系统大厂来说呢，完全免疫。因为材料端的散热能力一旦退让，就代表解热的重担又结实的被踢回给了水冷板跟机构件这些物理流体端。
对奇鋐来说，整个系统级的价值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呢。最后，我们把视角拉高，来俯瞰一下奇鋐在全球地缘政治下的双轨战略布局。首先，他们在中国深耕了5大据点，你可别以为这是什么走回头路哦，这其实是精准锁定了像是华为、浪潮、阿里这些中国本土庞大的 AI 内需市场，而且透过拉高中国厂区的出货比重，还能非常巧妙地优化整个集团的整体税率。而另一条轨道，当然就是为了避开北美大客户地缘政治跟关税风险的越南大安工业区大扩产计划。他们一口气规划了 V1 到 V15 厂，其中 V5 到 V8 厂预计在2026年第2季就要正式投产。不过，我们也要客观来看，越南厂在初期确实面临着当地供应链还不够成熟，材料大多必须仰赖进口的巨大成本劣势。但面对这么陡峭的学习曲线，奇鋐是怎么解的？非常暴力，也非常直接。他们在越南厂区全面导入了自制的自动化设备，再加上上百人工程团队调校的机械手臂，硬生生的把高难度水冷板的第一次直通良率直接拉升突破了 95%。他们就是用这种最极致的高度垂直整合自制率，完美抵消了初期的供应链成本劣势，成功让越南厂从原本大家以为只是用来避险的成本中心，彻底蜕变成了一台超级强大的获利引擎。从132天急速运转的存货天数，单季100亿的充沛自由现金流，再到深不可测的80微米真空扩散结合工艺，你看奇鋐今天交出的其实是一套把冷酷的资本纪律跟严苛的物理法则完美缝合在一起的终极生存指南。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留下一个问题让大家好好思考一下：放眼到了2027年，当整个单一系统的散热功耗狂暴地突破2000瓦那个极限的时候，真正能保护你手中资本的，究竟是财报数字堆砌出来的财务护城河，还是深埋在那些黑暗机柜里一道道绝对不容妥协的物理壁垒呢？